男人要怎么样才能高潮升天？老婆竟然会有超惊人的反应，甚至心脏有问题，还能不能享受性爱？如果今天你的主治医生穿着一件超性感的旗袍帮你看诊，你还硬得起来吗？大家好，我是 Suki。作为一名两性专栏作家，我听过太多男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挣扎与渴望。今天我想以一个女性朋友的视角，陪你们聊聊这个可能有点害羞，却攸关你和他性命的性命大事。刚刚那些听起来很夸张，甚至有点好笑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就像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位面包师傅的故事一样。我认识一位面包师傅，他的手艺非常好，每天揉着面团，烤出来的面包有着让人感到幸福的香气。但他不只会做面包，他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男人。他的太太每次提到他，眼睛里都闪着光。他说：“我先生真的好棒，他让我觉得好幸福。”甚至他太太用了一句非常有趣的形容，他说：“自从先生开始接受某种治疗之后，不只是他自己变好了，是我们全家都鸡犬升天了。”是不是很好奇，究竟这位温柔的面包师傅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能让精神、体力、心情，甚至是和太太的关系有这么戏剧性的全面升级？这个让老婆超开心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先别急，要解开这个秘密，我们得先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谈起，那就是你的硬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常常会陷入一个迷思，觉得不行，就是单纯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但其实每一次成功的勃起，都像是一场精彩的职业篮球赛，需要场上所有的队员加上场边的后勤团队，完美无缺的配合才行。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现在就请你闭上眼睛，在脑中想象一个篮球场，这支球队就是你的勃起功能队。首先，我们来看看球队的大脑总教练，这个教练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从大脑到脊髓，再延伸到最末梢，所有的战术指令都是由教练发动的。当你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甚至是光想到任何让你兴奋的事物时，就是教练在大喊全员注意，准备执行硬起来战术。如果你的教练突然失忆了，忘了怎么画战术板，或是通往球场的电话线被切断了，那场上的球员们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做什么。就算对上麦克乔丹，也只能在场上干瞪眼。现在就请你闭上眼睛，在脑中想象一个篮球场，这支球队就是你的勃起功能队。首先，我们来看看球队的大脑总教练，这个教练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从大脑到脊髓，再延伸到最末梢，所有的战术指令都是由教练发动的。当你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甚至是光想到任何让你兴奋的事物时，就是教练在大喊全员注意，准备执行硬起来战术。如果你的教练突然失忆了，忘了怎么画战术板，或是通往球场的电话线被切断了，那场上的球员们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就算队上有麦克乔丹，也只能在场上干瞪眼。这就是神经传导出问题时的窘境。接着，我们来看球队的后勤补给系统，负责运送能量和资源的就是你的血管系统。教练下达了指令，球员们准备冲刺，但如果运送水、食物和装备的卡车在路上就爆胎了，被堵住了，那球员们就算有再强的意志，也会因为没有能量而跑不动。你的动脉就是负责将充满氧气的血液快速充盈到海绵体的补给卡车。如果这些血管因为胆固醇、高血压等等问题变得狭窄、僵硬，那血液的流速和流量就会大大减低，就像水管被水垢堵住一样，那种充实饱满的感觉自然就力不从心。
再来是我们整支球队的灵魂，也就是士气指数，这就是你的荷尔蒙，尤其是最重要的睾固酮。你可以想象，就算战术再完美，后勤再充足，如果整支球队出发前垂头丧气，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输定了，那这场比赛还用打吗？睾固酮就是决定你整个身体和心理状态的战斗意志，它不只关乎性欲，更关乎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自信心，甚至是你隔天起床时是想征服世界，还是只想躲在棉被里。当这个士气指数过低的时候，你可能连上场打球的念头都没有了。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场上的明星球员，你的勃起组织，也就是海绵体本身，它负责执行最终的得分任务。前面所有的准备，神经的指令，血管的输送，荷尔蒙的鼓舞，最终都是为了让这位明星球员能够完美的膨胀变硬，完成制胜一击。但如果这位球员本身受伤了，比如因为糖尿病或长期控制不良，导致组织纤维化失去弹性，那就算队友再给力，他自己也跳不起来，无法完成那个关键的灌篮。最后还有一个最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因素，主场优势，这就是你的伴侣关系。想象一下，你在自己的主场打球，全场的球迷都在为你欢呼，你的伴侣就是你最忠实的啦啦队队长，他的一个眼神，一句鼓励，都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表现超常。但反过来，如果你在客场打球，全场都在虚拟，你的伴侣对你冷言冷语，充满了不耐烦和指责，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会不会让你的动作都变得僵硬？这就是为什么一段充满支持和温暖的关系本身就是最好的催化剂。所以你看，神经、血管、荷尔蒙、勃起组织、伴侣关系，这5大队员缺一不可。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感觉到力不从心时，绝对不要简单的把它归咎于单一原因。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懂球的总教练，也就是一位专业的医生，帮你全面的检视你的球队到底是哪个环节需要补强了。理解了这支勃起功能队的复杂运作，你可能就更能体会，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时，男人心里那种巨大的焦虑和无助。但如果连你求助的医生都不能理解这种焦虑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个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故事。有一位病患，他本身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疑虑，但同时他也为了自己的勃起功能问题所困扰。他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去找了一位心脏科的权威医师。在问诊的最后，他小心翼翼的、非常小声的问了一句：“医生，请问我这个状况还可以有性生活吗？”他本来期待的是专业的建议或是温和的安抚，但他得到的却是那位权威医生非常不耐烦的大声的斥责。那位医生几乎是用骂的对他说：“你搞什么？性跟命哪个比较重要？你现在命都快没了，还在想那种事。”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在一个你最需要帮助、最脆弱的时刻，你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羞辱。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顶狠狠地浇下来。这位病患当下感到无比的委屈、羞愧，他觉得自己好像问了一个全世界最愚蠢、最不该问的问题。后来，他辗转来到了萧素娟医师的诊间，他带着那份受伤的心情，把这段经历告诉了萧医师。他说完之后，诊间里一片安静。过了一会儿后，他抬起头，用一种非常平静却带着深刻思考的语气，对萧医师问了一个问题，一个让我到今天都还会起鸡皮疙瘩的问题。他说：“萧医师，我后来一直在想，
那位大教授说的性跟命哪个重要啊？他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可是性命这2个字在我们中文里不是一直都连在一起的吗？而且性这个字还排在命的前面呢。性命。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整个空间的空气都凝结了。这不是一个病人的提问，这是一个哲学家对生命的深刻反思。他用最朴实的语言点出了一个我们集体忽略的真相：性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构成我们完整生命的一部分。它关乎我们的活力，我们的热情，我们感受爱与被爱的能力。它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剥夺一个人对性的渴望，就是在剥夺他一部分的生命本身。那位病人神回复，不仅是对那个粗暴医生的反击，更是对所有将性污名化、边缘化的观念最温柔也最有力的一击。荧幕前的你，是否也曾经因为想讨论性健康的话题而感到尴尬、被误解，甚至被嘲笑？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或看法，让我们知道你并不孤单。因为只有当我们开始正视它，我们才能真正的拿回属于我们的完整的性命。当我们理解了性命一体这个观念，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积极寻求治疗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品质奋斗。而这种奋斗有时候会带来超乎想象的回报。这就要讲到那个被许多病患称为来自天堂的一针的故事。让我为你描绘一个治疗前的场景。想象一位中年男性，我们叫他 A 先生。他事业有成，家庭圆满，但在外人看不见的角落，他的生命是灰色的。每天下班回家，巨大的疲惫感就像一件湿透的厚重毛衣，紧紧地裹住他。他瘫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太太温柔地问他今天过得好不好，他只能挤出好好，这样单音节的回答。不是不爱了，而是他感觉自己的情感中枢好像被关掉了。他对美食、对旅游、对过去热爱的摄影都失去了兴趣。亲密关系更成了一种不得不完成的功课，充满压力与焦虑。它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剥夺一个人对性的渴望，就是在剥夺他一部分的生命本身。那位病人神回复，不仅是对那个粗暴医生的反击，更是对所有将性污名化、边缘化的观念最温柔也最有力的一击。荧幕前的你，是否也曾经因为想讨论性健康的话题而感到尴尬、被误解，甚至被嘲笑？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或看法，让我们知道你并不孤单。因为只有当我们开始正视它，我们才能真正的拿回属于我们的完整的性命。当我们理解了性命一体这个观念，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积极寻求治疗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品质奋斗。而这种奋斗有时候会带来超乎想象的回报。这就要讲到那个被许多病患称为来自天堂的故事。让我为你描绘一个治疗前的场景。想象一位中年男性，我们叫他 A 先生。他事业有成，家庭圆满，但在外人看不见的角落，他的生命是灰色的。每天下班回家，巨大的疲惫感就像一件湿透的厚重毛衣，紧紧地裹住他。他瘫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他对美食、对旅游、对过去热爱的摄影都失去了兴趣。亲密关系更成了一种不得不完成的功课，充满压力与焦虑。
剥夺一个人对性的渴望，就是在剥夺他一部分的生命本身。那位病人神回复，不仅是对那个粗暴医生的反击，更是对所有将性污名化、边缘化的观念最温柔也最有力的一击。荧幕前的你，是否也曾经因为想讨论性健康的话题而感到尴尬、被误解，甚至被嘲笑？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或看法，让我们知道你并不孤单。因为只有当我们开始正视它，我们才能真正的拿回属于我们的完整的性命。当我们理解了性命一体这个观念，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积极寻求治疗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品质奋斗。而这种奋斗有时候会带来超乎想象的回报。这就要讲到那个被许多病患称为来自天堂的果实。他的世界安静、麻木，失去了色彩。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 A 先生有明显的睾固酮低下问题。在与医师充分沟通后，他决定开始接受补充治疗。他永远记得打完第1针之后的那个下午。他形容那不是一种瞬间的猛烈的冲击，而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从脊椎深处缓缓窜上来的暖流。他说，感觉就像是笼罩在心头好几年的那片浓雾，突然被一道阳光射穿，然后被温柔的风轻轻地吹散了。他走出诊所，抬头看着天空，第一次发现，原来傍晚的云不只是灰色，而是带着紫色和橘色的边缘。他开车回家，路边的行道树绿得那么有层次。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闻到太太身上熟悉的淡淡的香气，那不再是一种引发焦虑的信号，而是一种他已经遗忘很久的温柔的渴望。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瘫在沙发上，而是走进厨房，从背后轻轻抱住正在做饭的太太。太太吓了一跳，回过头看到的是先生眼中那种他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的温柔而专注的光芒。那天晚上 A 先生主动下厨为太太做了一顿饭。餐桌上他们聊的不再是孩子的学费和账单，而是年轻时一起去旅行的趣事。饭后他没有逃避，而是主动牵起太太的手。那天晚上，他重新找回了作为一个男人最原始的自信与快乐。他的太太后来跟医师说，他感觉他的先生回来了，不是那个疲惫的躯壳，而是那个充满活力，会跟他开玩笑，会温柔地看着他的真正的他。这个故事最戏剧性的部分还在后头。A 先生的治疗是固定周期的。在第2次治疗到来之前，他有好几次在半夜突然惊醒，然后跑去翻他的行事历。他不断地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时间，是不是今天就该去打针了。他跟医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一件事情过，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等着远足一样，每一天都在倒数。这份强烈的渴望不是药物上瘾，这是一个男人在重新体验到生命的鲜活与色彩之后，对于活着这件事最深刻的眷恋。他的太太后来跟医师说，他感觉他的先生回来了，不是那个疲惫的躯壳，而是那个充满活力，会跟他开玩笑，会温柔地看着他的真正的他。这个故事最戏剧性的部分还在后头。A 先生的治疗是固定周期的。在第2次治疗到来之前，他有好几次在半夜突然惊醒，然后跑去翻他的行事历。他不断地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时间，是不是今天就该去打针了。他跟医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一件事情过，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等着远足一样，每一天都在倒数。
这份强烈的渴望不是药物上瘾，这是一个男人在重新体验到生命的鲜活与色彩之后，对于活着这件事最深刻的眷恋。他渴望的不是那一针，他渴望的是那个能够为太太下厨，能够重新感受爱与连结，能够充满活力去迎接每一天的全新的自己。那所谓来自天堂的一针，带给他的不是短暂的极乐，而是一张回到精彩人生的入场券。这种上天堂的感觉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但你可能会想，天哪，听起来好棒，但难道一定得打针吗？我超级怕打针的。别担心，请放心，现代医学的进步早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高固酮补充治疗就像一个军火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武器，绝对不是只有打针这一种选项。你可以和你的医生讨论，找到最适合你生活形态的武器。有些人喜欢长效针剂，可能几个月才需要补充一次，非常方便。有些人不喜欢打针，那也没关系，有口服的药物可以选择。甚至还有更方便的，像是每天早上涂抹在皮肤上的凝胶，就像擦乳液一样简单。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是鼻用凝胶，每天固定时间在鼻腔里涂抹一下就好了。重点是你有选择权，治疗的方案是可以和你信赖的医生一起量身定做的，甚至治疗计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人在补充一段时间，身体机能和生活习惯都调整到最佳状态后，是有机会可以慢慢减量，甚至停下来的。它不一定是一辈子的事，这也让医病关系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变化。当病患不再是那个被动无助的求助者，而是变成一个主动追求更好生命的伙伴时，那种氛围是非常正向的。我记得肖医师分享过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有一次，一位固定回来治疗、精神状态非常好、每天都容光焕发的病患，看到那天因为看诊人数太多而显得有些疲惫的肖医师，他竟然走上前拍拍医师的肩膀，用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说：“肖医师，我看你也很累哦，我看你也需要来一针了。”全场的人都笑了。在那个瞬间，医病之间的权力关系消失了，那不再是医生对病人的单向治疗，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关怀与共鸣。一个曾经因为自身问题而陷入低谷的男人，现在却有能力反过来用幽默感去关心治理他的医生。这本身就是治疗成功最美好的证明。所以你看，从一开始那个有点害羞的问题，到面包师傅全家的幸福，再到性命一体的深刻反思，以及甜糖针带来的生命转变。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都只为了传达一个核心的观念：男性的健康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局部问题，它是你整体生活幸福的基石。正视它，理解它，然后勇敢地寻求专业协助，你也能迎来像面包师傅和 A 先生那样，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感到幸福的转变。说到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和肖医师常常遇到的很有趣的收尾小故事。我们常常在录完影之后，收到很多观众的热情私讯，但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少被认出来。有一次，一位病患在诊间看到电视上正在重播我们的节目，他指着荧幕上的我说：“这个主持人讲得真好。”然后再转头看看戴着口罩、打扮朴素的我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肖医师也一样，很多病患都是看了节目慕名而来，但进了诊间，看到穿着白袍、一脸专业的他，都会迟疑地问：“请问电视上那个是你吗？”
因为他们想象中的萧医师可能真的穿着旗袍，或是像节目上那样光鲜亮丽吧。这也算是我们真实面貌的一种反差萌了，跟开头的玩笑也算是一个完美的呼应。如果你也认同性与命本就是一体，想看见更多像今天这样能真正说到你心坎里的内容，那就拜托给我们一个赞，并且按下订阅。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能继续坦率地把这些重要话题讲下去的最大勇气。哦，对了，还有个聪明的小提醒，像这样深入的内容，你懂得很珍贵，也可能很脆弱，所以别忘了先下载保存，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私人宝典。我们下支影片见，